滑冰是原哈镇每年冬天最热门的运动项目。一场大雪之后，人们聚集在结冰的河面上，欢快的玩耍，什么花样滑冰、激情滑雪、打雪仗，充满了别样的乐趣。皮特在滑冰比赛上胜过了退休警察，这事儿被他在酒吧里显摆了好几天。皮特一行人回到家里后，梅根兴奋地表示自己当上了橄榄球比赛的女骑手。饺子揶揄地说：“以后没男生理你时，你终于有点事儿做了。”路易斯鼓励女儿好好干，至于皮特，他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。梅根换上一身女骑手装束后，觉得自己重获新生，对牙套地的奉承也爱答不理了。可惜其他骑手并不拿他当自己人，这群问题少年决定整他一整，搞点乐子。当天晚上，橄榄球场的观众席上人山人海，路易斯看到梅根领队上场，激动的又蹦又跳。梅根正在表演一字马的时候，问题青年们用投石器淋了他满身扫水，一直昏昏欲睡的皮特顿时打了鸡血般跳起来，手里的热狗啪的一下扔到梅根脸上。他就喜欢这种开场表演，皮特对他的傻大儿可就更像个人了。父子俩一起玩一起闹，不管玩什么，每次都是皮特赢，主要还是克瑞斯实在太废了。皮特得意地对克瑞斯说：“小子胜不了老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”但这话刚出口，就啪的一下打脸了。俩人去蒸桑拿的时候，克瑞斯把裤子那么一脱，皮特直接吓尿了，大喊道：“傻儿子，你两腿之间有条成精的老鲢鱼！”从此之后，皮特的内心就被自卑和嫉妒填满，甚至为爱鼓掌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肥鲢鱼的嘲笑。路易斯不信这个邪，皮特就拉着他去眼见为实。路易斯也吓得直喊卧槽，怪不得克瑞斯老是驼着背，合着身怀重器。皮特难过的说，他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威严。路易斯赶紧安慰他，我对你那啥的关注程度，就跟你对我胸部的关注程度一样，意思是老夫老妻了还在乎这？皮特一听竟然大哭，说这他妈不是更糟？不愧是老色批。又到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晚餐时间，梅根因为上次被羞辱的事，伤心的表示自己再也不去学校了。路易斯觉得应该用爱感化霸凌者，鼓励梅根继续尝试和这些人做朋友。餐桌另一头，克瑞斯像往常一样跟老爸闲聊，皮特看他的眼神却完全变了，就好像他是一个恶心的怪物，还抢了克瑞斯的牛奶喝，生怕他们之间的差距再拉大。第二天一早，梅根鼓起勇气又来到学校，问题少年们一瞧，哟呵，看来又有乐子找了。梅根表示自己对之前的恶作剧丝毫不在意，还透了化学考试的答案给他们。这些人表面笑嘻嘻，心里还是没把他当回事儿。他们不是针对梅根，而是针对所有比自己弱小的人。最大的乐趣就是欺凌弱小。为了再整梅根一回，这群人邀请他参加派对，梅根不由大喜，看来爱果然比暴力好用。另一边，皮特又被克瑞斯激怒了。起因是一家人在超市购物时，克瑞斯拿着小香蕉冲皮特笑，皮特何曾受过如此大辱，当即把饺子塞进裤裆里，到处向女性显摆，以展示他的男人雄风。路易斯又羞又恼，后悔今天出门忘了给皮特吃药。为了满足失衡的心理，皮特买了一辆超长版跑车。要挽回男人的自信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只要买些长的东西就行了。梅根将自己参加派对的事告诉妈妈，路易斯大喜道：“太棒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关门打狗，去把这些傻逼收拾个遍。”梅根一听人傻了，我操，他以为在第1层，原来他妈在第5层。路易斯现在这副龇牙咧嘴的样子，看来因为最近皮特的傻逼行为憋了一肚子火。饺子听得两眼放光，他就喜欢这种暴力感拉满的话。梅根显得很为难，他最希望还是交上朋友。既然这些人对他的态度变好了，他也不想再追究之前的事。另一边，皮特又买了一把长管猎枪，在后院玩打飞镖，一口一个俺的大宝贝。路易斯骂他是个可怜虫，因为3寸不到的烂肠子丑态毕露，竟干荒唐事儿。克瑞斯也因为皮特的态度很受伤，路易斯无法宣泄的怒火全都变成了歹毒的算计。他甚至搞来了霸凌者家的房屋设计图，要在地下室安 C4 送他们上天。我操，路易斯以前没少在哥谭市混吧？再说皮特和克瑞斯，这是一场大雪过后，父子俩进山打猎来修复感情，结果不幸遇到了一头饿得发疯的熊，皮特吓得屁滚尿流，大宝贝也举不起来了，脑子里开始走马灯。危机时刻，克瑞斯勇敢地朝熊大开枪，将他给吓跑了。皮特这下感动坏了，都说患难见真情，那些荒唐的大小鸟之争都去他妈的！父子俩重归于好。另一边，霸凌者的派对已经开始，梅根拒绝了路易斯递来的 C4 炸弹，结果转头又被这群坏种给整了。路易斯早就留了后手，他派了派出所终结者倭瓜男，直接给这群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果然还是得以恶制恶好使啊！又到了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梅根和克瑞斯暗搓搓的准备买礼物。鉴于皮特以前总是事到临头随便找点东西敷衍，路易斯表示今年不互送礼物，省一事儿
就少一些烦恼。大鸟转转酒吧里，无关男准备叫皮特去打高尔夫。小布提醒皮特，明天是结婚纪念日。皮特心想，又到了做宿命选择题的时候，要是甩下路易斯去鬼混，铁定少不了一顿平底锅毒打。他苦思冥想一个通宵，终于悟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给路易斯准备了惊喜早餐，附带一张线索纸条，让路易斯去玩寻宝游戏，自己跟着狐朋狗友们打高尔夫去也。不料他的朋友们实在不够意思，一个说要跟老妈去超市，一个说股市涨盘了，他要去加仓，鸽子满天乱飞，只剩下一地鸡毛。该死的是天公不作美，剩下的人也都溜了。皮特勃然大怒，老子他妈的连结婚纪念日都水了，你们还好意思水我？于是他独自在球场上坚持，随即一道雷落下来，把他给劈死了。老天终于开眼了啊！皮特的魂儿飘飘忽忽冒了出来，又和老熟人死神见面了。死神表示他不是来勾魂的，皮特还处于濒死状态，他真正的死期是路易斯跟他离婚2年后。皮特一听哈哈大笑，路易斯对他如此痴迷，怎么可能会离婚？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过去的画面出现在皮特面前，那时他和路易斯正在热恋，在马路上翻来滚去，吻得死去活来。一辆卡车吓得方向盘一歪，车毁人亡。燃烧的车上播放着一首动人的歌，红色生死恋啊！这是皮特想改变未来的死期，向死神求教破解之法。死神说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呀自己悟吧。另一边，路易斯对皮特准备的寻宝游戏深感惊喜，又知道这家伙平日里换个灯泡都干不好，现在竟然设计出这么复杂的线索网络，那得耗掉他多少脑细胞啊！他和孩子们一路循着线索来到赛马场，按照指示，路易斯以为下一条线索就在头马身上，直接爆发小宇宙，跳下观众席追着马儿跑，人形赤兔啊！这是从他那彪悍的跑姿可以看出，他对皮特爱的深沉。与此同时，皮特缠着死神一路来到了死神的家里，还见到了死神他妈。他妈还以为死神要和皮特搞基，让他多备润滑油。妈妈可真是一种彪悍的物种。死神被皮特烦得不行，就用走马灯稍微提醒了他一下下。画面回到了皮特去见岳父的时候，他这不伦不类还有口吃的样子，令岳父大人非常不悦。于是慈祥的老人家当即派人将皮特扔进了大西洋里。皮特幸运的被海军救了，从此朝着海军大将的目标努力。不对，他在这里认识了还是水手的倭瓜男。皮特再度杀回老丈人家，老丈人见硬的不行，又来软的，当即表示只要他和路易斯分手，就能拥有300万。皮特当时想着自己再装一装，兴许能加到500万，于是大义凛然的表示自己是金钱如粪土，今生非娶路易斯不可。路易斯正巧隔着门偷听见了，感动的冲进来就抱着皮特亲。现在一回想起这事儿，皮特还满心怨恨，他那随大江东流去的300万啊！死神见状直摇头，说皮特如果还这么执迷不悟，离婚和死期就在不远的将来朝他招手了。不过死神也有自己的烦恼，他爱上了一位女孩，不知道该怎么搭讪，就让皮特帮他出谋划策，事成之后就送他还魂。皮特年轻时也是百花丛中过，当即给死神整了一套应急撩妹话术，死神一用之下果然见效，看来皮特确实不负情圣之名。皮特顺利还魂后，路易斯已经在街上转了一整天，线索结果又绕回了超市。他从陪妈买菜的小黑口中得知皮特正在打高尔夫，气得当场血怒，一路飙车杀向了球场。皮特这时换上了热恋期的衣服，请来流浪歌手弹奏那首《红色生死恋》。路易斯的怒气全部变成了感动，真有你的偶尔情圣的皮特。